故事要从那个闹鬼子的年代说起。小薇的姥姥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那时经常有鬼子到学校抓爱国学生，被抓走的学生们大多有去无回。接下来我们就把小薇的姥姥称为薇薇。某天，鬼子又到学校来抓人，薇薇和一个男同学被盯上，两人在鬼子的追捕下慌不择路的逃亡。男同学将薇薇推上墙头，自知走不了的他将一个本子塞给薇薇，最后倒在了鬼子的枪口下。这个册子是日本鬼子用中国人进行细菌实验的证据，薇薇也担负起了送出绝密证据的任务。他跌跌撞撞逃到火车站，前有拦路虎，后有追兵，情急之下只能藏进一个大木箱。翌日，箱子被搬上了火车，两个八路也悄悄藏在了火车上。火车行驶途中，八路从煤堆里钻出来，以寡敌众端掉半车鬼子。事实上，两人能有此战绩，还得多谢鬼子那些脑子不灵光的猪队友。他们在这次的抗日行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坑死队友，接着给八路送上人头。紧接着，鬼子的空中支援赶到，但他显然也是个猪队友，一阵敌我不分的无差别扫射后，被八路一梭子打得坠了机，飞机砸在了火车上，直接帮八路干掉了另外半车鬼子。死里逃生的飞行员还欲做垂死抵抗，操控火车的八路一个急刹，飞行员不受控制的被甩了出去，挂在了路边的杆子上。这就是科教书式的挂了。八路成功劫走了鬼子押运的大木箱，据说里面装的是件国宝金菩萨。大势已去的小鬼子撤离前还不忘带走我们的宝贝，贪婪的强盗本色一览无遗。这宝贝是我们国家的瑰宝，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宝贝。八路们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便部署了行动，所幸一切顺利。为了避人耳目，八路们来了一招暗度陈仓，他们负责引开鬼子的追兵，东西则由农夫郭大叔运回村子藏起来。几人合力把箱子装上驴车，还在四周绑满了干草，最后嘱咐郭大叔一定要守口如瓶。郭大叔听到金菩萨几个字，两眼放光，连连点头答应。群山之中，郭大叔赶着驴车悠哉地走在回村的路上。他是个戏曲迷，时不时便唱一嗓子，大山成了天然的扩音器。郭大叔的唱词在群峦叠嶂中回荡。这时木箱里却传来动静，郭大叔瞪大双眼，莫不是菩萨活过来了？他竖起耳朵走进了仔细听，结果声音果真的是从木箱里传出来的。郭大叔两眼一翻晕了过去，醒来后跪在地上哀求菩萨放过自己。木箱子里的菩萨还在断断续续地说放我出去。郭大叔哪敢不从，他扒开干草，撬开木箱，发现里面一个女大学生坐在里面，旁边还躺着一个金灿灿的佛头。郭大叔眼睛瞪得像铜铃，过了好久才接受眼前这一幕。平复心情后，他们继续上路，然而因为耽误了时间，没能在鬼子出动前赶回村子。鬼子为了追回佛头，出动大量兵力封锁了进山的道路。但我们的八路军也不是吃素的，以寡敌多靠的是策略。他们在路上布满地雷，鬼子们被炸得晕头转向，一时间不敢轻举妄动。为了想办法顺利趟过雷区，鬼子们选择了匍匐前进，打头的吹着地上的土，试图用这种吃一嘴灰的方式发现地雷。就在这时，郭大叔赶着驴车经过，看到一地鬼子，他惊得来了个急刹，撅着屁股的鬼子们纷纷回头看他。郭大叔哪里见过这阵仗？这时车上下来一个鬼子头头，他招来翻译官，问郭大叔石桥村还有多远。躲在木箱里的薇薇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弄出了动静。郭大叔急忙一边大声咳嗽一边回答问题。太君让郭大叔赶着驴车在前面开路，结果薇薇打起喷嚏来没完没了，郭大叔只能一边帮着遮掩一边赶路。鬼子们也终于不用趴在地上吃灰，队伍继续向石桥村前进。一个罗圈腿斗鸡眼的士兵跟在最后，看起来喜感十足，可见小日本的军队还真不挑，地雷成精的也能当兵。到了村口，鬼子们张牙舞爪地往里冲，翻译官叫住郭大叔，让他把全村人都叫来听太君训话。郭大叔说自己要先去卸了驴车，他一边赶驴一边指桑骂槐的阴阳翻译官吃里扒外，忘了老祖宗是谁。不多时，鬼子便将村里摸了个门清。他们在村后那座通往金山的石桥上布下了重兵，将村里人全都集中到了一起，告诉他们八路抢了皇军的宝贝，有知情者马上上报。这一手颠倒黑白属实被鬼子玩明白了。为了避免麻烦，鬼子将村里的男人都关了起来，还勒令所有人在没找到宝贝之前不准进出。与此同时，郭大叔和薇薇争分夺秒将木箱子藏在了驴棚，期间还发现了藏在柴草堆后面的大毛和二毛。这俩孩子是一对双胞胎，古灵精怪，十分聪明。不一会儿，鬼子挨家挨户扫荡，罗圈腿鬼子来到了郭大叔几人所在的院子外。大毛二毛透过门缝看了一眼，找来一把锄头摆在门边。罗圈腿推开院门，看见薇薇后那双不聚焦的眼睛都冒起了光，刚要过来就踩中锄头把自己敲晕了过去。大毛二毛给薇薇找来一身衣服让她换上。刚出大门，薇薇突然想起自己衣服里的东西，正要回去拿时，被郭大叔一把拉住，焦急地说有什么都先放着，逃命要紧。四人还没跑出多远，翻译官就带着两个鬼子大摇大摆迎面走来。郭大叔谎称薇薇是自己儿子，大毛和二毛是自己孙子。翻译官没有发现薇薇是女儿身，他让郭大叔带着儿子去给太君做饭，大毛和二毛也不能闲着，去给太君打几壶新鲜的泉水。薇薇被烟熏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郭大叔拿了袋黑豆往锅里倒，翻译官拿着从村民家里搜刮来了白面，要求两人给太君煮面条，说着还把黑豆扔进了驴槽。不多时，翻译官领着斗鸡眼去而复返，
斗鸡眼嘴里念叨着花姑娘。翻译官问郭大叔村里有没有花姑娘，马上给太君找来。郭大叔一拍脑袋，带着两人来到后院，指着一头大花猪说：“她就叫花姑娘。”翻译官一脸“你是不是蒙我”的表情看着郭大叔，斗鸡眼却指着大花猪高兴地说：“花姑娘。”翻译官没想到太君口味这么重，满脑袋问号又不敢有异议。搞定了花姑娘，郭大叔继续回去煮面。他是真没把鬼子当人看，把面一囫囵舀进桶里，一边还忙活着做猪食。另一边，光膀子太君和大毛二毛在瀑布下装泉水，一群鸭子引起了光膀子的注意，他朝水里扔了颗炸雷，接着便怪叫着去收获战利品。大毛和二毛趁机往水壶里兑了点童子尿，还嫌不够又丢了一只癞蛤蟆。泉水被摆在桌上，翻译官介绍这个村的泉水是一绝，请大家开盖品尝。太君喝了一口，皱着眉头咂了咂嘴，觉得味道有些古怪。事实上是他们占了便宜，这童子尿可是一味清热降火的中药。手忙脚乱一番后，郭大叔做好了饭，他吩咐微微把猪食喂给猪。这时翻译官也来拿太君们的饭，结果就是猪吃上了白面，太君们吃上了大乱炖猪食。翻译官发现后急忙赶来阻止众人，结果他越紧张越结巴，一句话硬是半天才说完。再说慢点，太君们该吃完了。一群人气势汹汹来到厨房，郭大叔已经带着微微溜之大吉，两人慌不择路跑进一个空房子，钻进衣柜里躲了起来。一个鬼子蹑手蹑脚走进屋，柜子里的两人正大声密谋着要回去拿衣服。郭大叔说现在出去就是送死，微微却无论如何要拿到衣服。两人争执间打开了柜门，看到鬼子后又不约而同急忙关上。鬼子把刺刀扎进衣柜，拔出来时带翻了衣柜，直接给自己来了个泰山压顶。两人慌忙从柜子里爬出来，大毛二毛给他们指了条小路，两人顺着小路来到村外的一段长城上，天空乌云密布，像是要下雨。二人还没爬到顶就被一个鬼子拦住了去路，鬼子压着他们下山。大雨说来就来，郭大叔想起微微说下雨天不能站在高处，于是便刻意拖延时间让鬼子站在山顶。不多时雷公便显了灵，将鬼子劈了个外焦里嫩。二人庆幸地逃出升天。郭大叔得意地说自己刚拜过雷公，别说一个鬼子，再来几个都照劈不误。话音刚落，路尽头就出现两个鬼子。郭大叔这嘴应该是开过光，说什么就来什么。身后是百米悬崖，两人眼睛一闭牙一咬，就算死也不做亡国奴。就在他们准备跳下去时，两个鬼子突然说起了中国话，还一边招手一边往这边跑。郭大叔这才发现来人是穿着王八皮的游击队队员。几人决定返回村里拿佛头和衣服，翻译官却先一步发现了藏在稻草里的木箱子以及塞在驴槽下面的衣服。他让斗鸡眼坐在稻草里守着，自己拿着衣服去向太君汇报。结果斗鸡眼遭受了生化武器的攻击，被吃了黑豆的驴臭屁不断，将斗鸡眼熏得直翻白眼，接着又一蹄子将他踹进了草垛。就在这时，队长带着郭大叔和微微来到院子，找不到衣服，只能先将佛头转移走。等翻译官带着鬼子赶到时，现场只剩一个驴屁中毒的斗鸡眼和两块装在木箱里的石头。一旁的鬼子急忙给斗鸡眼喂水，结果这个幸运儿将癞蛤蟆也喝了下去。眼看大佐就要来验收佛头，一群人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等罚。身边摆着一排上了膛的枪弹，上司坐着小摩托出现在进村的路上，一只蚂蚱跳上了火炮的扳机，身后跟着一只大公鸡，鸡哥瞄准蚂蚱啄了下去，紧接着炮弹在天空划过一道弧线，直直砸向刚下车的大佐，将他炸得粉身碎骨。立下大功的鸡哥一溜烟跑没了影，鬼子们追着他要为大佐报仇。与此同时，郭大叔一行人也在村里设下重重埋伏，一场智斗小鬼子的戏码即将上演。郭大叔几人凭着老祖宗保佑的运气，阴差阳错解决掉了几个鬼子。鬼子的支援马上赶到，郭大叔让微微带着队长从小路离开，自己留下来断后。他顺了一颗鬼子的手雷，在戏台子上唱了一段，吸引他们的注意，给队长和微微争取时间，同时还在台下布了一颗雷。鬼子上前抓人时，炸弹被引爆，磨盘上的石墩子被炸飞，追着斗鸡眼一路下了坡，将他的罗圈腿砸成了 X 腿。一曲唱完，郭大叔掏出手雷，本想以身殉国，顺便带走几个，却因为不会用鬼子的手雷被活捉。鬼子一方面拷问郭大叔佛头去向，一方面准备炸毁通往后山的石桥。郭大叔被大毛二毛救了出来，他看到微微的衣服被扔在驴车上，趁没人注意便跑过去拿起衣服躲进了木箱子里。抗日英雄驴哥上线，他自顾自往石桥走，鬼子们并未在意，还幸灾乐祸准备看驴哥被炸成碎片。结果驴哥一泡尿浇灭了炸药的引线，立下一大战功。就在这时，游击队赶到，一场军民合作勇斗鬼子的大戏上演，就连没牙的老太太也加入了抗日作战。鬼子头先是伤到了子孙根，紧接着又骑着猪在村里溜达了一圈，好不容易坐在板车上休息一会儿，结果又被精准的弹到了原本关郭大叔的大炉子里。斗鸡眼还在认真的添柴，鬼子头满脸黑灰，骂骂咧咧冲出来。翻译官和斗鸡眼急忙去给他找水洗脸，结果斗鸡眼的裤子被不小心扯坏，翻译官随手找了块红布给他，这下可引起了牛战士的注意。在他的追赶下，斗鸡眼从一个半傻子被整成了全傻子。翻译官跑到村外给鬼子头找了个西瓜，不出意外，这西瓜里有大惊喜，两人被炸飞了出去，鬼子也几乎全军覆没。众人拉着佛头欢欢喜喜出了村。这次的国宝护卫战，动物们功不可没。